大家好，欢迎来到目光塔罗的频道。今天我们一起讨论的占卜主题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内心中想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性别、年龄、身份，也不管你们俩现在有没有在一起，然后我们看看在一起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们一起深呼吸，集中注意力，放空大脑。大家可以通过点赞和本视频交换能量哦。从左到右分别是4组建筑师塔罗牌，然后配有一些棒棒糖的指示物。第一组是柠檬，第二组是柑橘，第三组是草莓，第四组是樱桃。根据你的第一直觉，选择和你感应最强的那一个吧。看不清的小伙伴可以按一下暂停键。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读啦。这组是选择第一组柠檬棒棒糖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就是如果说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收获一个嘘寒问暖的亲人，就是会比较照顾彼此之间的想法呀。抛开你们现在的关系啊，就是2个人在一起之后，会打破原来异地的一个情况，你们之间的距离会缩短。然后权杖2就是即便保持异地的状态，也会规划起2个人，就是到底是你去我的城市，还是我来你的城市。2个人甚至在第三方城市里面会有一个定居的可能性。就是会商讨说如何让彼此之间对于物质上的考量更加有安全感，大家彼此就不用太过疲累，就能够见到对方，然后会探讨出一个比较好的约会见面的方式，能够让彼此的距离就是近一点，然后再近一点，不用说要跨越山海呀，甚至是要两边跑，即便说可能有变动性，也会在固定的那一个地方待久一点点。接下来出现这个12号牌的宝剑骑士跟20号牌的审判牌，其实都是跟数字2有关。那跟数字2有关，本质上来讲是一个2个人势均力敌的能量。本质上来讲说，你不希望太多其他的人去干扰，或者说是去左右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你们彼此会成为彼此的家人。但是审判牌就是双方的父母可能会操劳一点点，如果说你们有结婚的计划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有小孩，然后就是对方会有很强烈的这个责任意识，要为家去做贡献，很多时间可能都是扑在工作上面，或者说一直要变动啊、出差啊。所以说权杖2说明2个人知道大家的工作变动性还挺大的，所以需要添置一些共同的物品或者是房屋，让彼此变得更加有安全感。然后这一组可能会有一点点聚少离多的情况，但是好在说背后的大家庭、大家族是一个很坚强的后盾，会把这个家打造的有滋有味、缤纷快乐。他这边的家人，你这边的家人都会互相帮助你们，就是这段关系本质上来讲是很稳定的。因为一旦确定之后，他的动向基本上是牢牢抓紧在你手里，就像中间这个时钟剑一样，这个牌很难去撬动，很难去改变，所以他会有一种现实当中命定的感情，就是大家总体来说是彼此扶持的。然后你这边的学习能量会加强，他这边的工作运势会更加旺盛。这段关系从玄学角度或从现实角度上来说，它的这个形成、它的促成都会让彼此的生命节奏更快，而且你不会再跟其他人有很密切的频繁的互动，就是这个家一旦固定下来了，对方就是你的家人了，你会把他纳入亲人的一份子，甚至就是说很快的会有家庭的氛围，在恋爱时候可能会有家庭的氛围感，会彼此为对方考虑很多事情。所以说这一段关系的迅速促成，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原生家庭的考虑，就是你这边或者他这边想要更快的脱离自己的爸爸妈妈，想更快的在社会上立足，然后你的这个选择，就是你跟他的关系的确定，你的伴侣的选择，也意味着你如何选择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段关系是能够帮助你们彼此更好的去成长，甚至是就是对你这个未来的事业方面，对方会很有启发性，就是大家彼此愿意成为对方的盔甲，去抵抗各种未知的这个情况。从这个关系的一个粘着度来讲，其实是一个自然关系，是越往后走，它的这个正面的力量会越来越加强，因为它会有点点，大家可能一开始亲人的关系，就是感情的浓度不是很强，但到最后他的那种坚定感会慢慢浮现出来，可能你会觉得对方会有点寡淡，或者是他好像只是在工作上面很卖力，然后在情感上面让你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笨拙的，但是他其实所有的一切
都体现在他的行动里面。这段关系它是一个从外人来看非常稳定非常好，然后自己这边的话会让你变得更加有信心，在自己的事业跟未来人生的打造上面，你们都会活出自己一番精彩，并且会紧紧地站在彼此的身边。这是给到第一组牌基本情况的一个解读，然后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第二组是这个柑橘棒棒糖哈，我们看一下你们在一起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张跟第一张出现了很强的火牌的能量，这第一张是我们的这个节制牌，另外一张是权杖侍卫。虽然是大牌能量跟这个宫廷牌，但是它都是以这种圆柱体的方式很直接的插到这个画面里面。这段关系本质上来讲是一段差别非常大的感情，可能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或者家庭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有点像飞鸟和鱼相爱，周杰伦的那首歌，外人看上去好像就是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怎么会就是这样子在一起？没有认识之前，或者说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时候，会有一个天一个地的感觉。所以说这段关系在一起的之后会很有新鲜感。节制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这种碰撞，都会让两个人觉得非常的兴奋，会在对方面前就是尽其所能的释放魅力，磁场非常强。因为你们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有一点共性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都喜欢跟自己有点不太一样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讲礼貌的人，对方可能就是比较大大咧咧，或者如果你这边是相对比较内向，对方那边就比较外放一点点，就是说你们那种差别越大，然后吸引的能量就会越强。所以说在这段关系的一个开头，确定关系后开头3个月是最让人兴奋的，尤其如果说这段关系还是异地，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话，网聊会非常的快乐，大家都会把彼此那个优秀的、幽默的、可爱的、能量旺盛的自我展现在对方面前，然后可能就是刚刚确定关系之后，就是一直会聊天，然后一直会就是甚至是各种语言，你说你的方言，我说我的方言，就是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式聊天的方式。这是刚开头的时候，一旦见了面之后，这个关系可能会太燥热，就是很冲动的想去表达自我，这段关系很冲动的想去说话，有点争强好胜的感觉。所以说住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一些，尤其是生活习惯上的摩擦，然后对方也是一个很犟的性格，然后你这边也是不甘示弱的，两边都会有一个就是泻火，就是电光火石。这个时候其实身体的欲望感也会很强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画面，就是可能突然吵架着或者拌嘴着，然后就会以身体上的交融莫名其妙就解决掉了，就是很多矛盾冲突，你看上去好像吵得不可开交，但是立马可能就是睡一觉，然后床头吵床尾和，就这样子。就本质上这段关系还是要经历一些价值观上的历练考核，有一些关卡要过，尤其一方可能会情绪比较复杂比较多变，对面这个就是对方这个人，这个变看上去他好像不太在意的样子，整天可能嘻嘻哈哈，比较乐呵比较乐观，但他内心很脆弱。我们看到宝剑时的这个内核，它是一个受伤的情况，它不太会容易去消解很多负面的能量，尤其是对于亲近的人，就是可能亲密关系中对方的语言上的感知是特别敏感的。其他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没心没肺，什么都能接受，但其实他内心特别的脆弱，就有点点这个外强中干。这段关系本质上来讲，如果要很和谐的相处，双方可能要退后一步，要控制自己的脾气，然后这个也不是说单纯控制脾气的，就是宝剑十这个牌要更多的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无论你这边还是他这边都是要，甚至要反复试探过，反复受伤过很多次，在那个雷区蹦迪很多次，吃了亏可能才知道，回头知道这个话不能讲，这个事情不能做，会让对方会让自己非常受伤。所以这个两方都需要就是退一步来保护这个感情，一方面是价值观上的一个磨合，另一方面这段关系是一个越挫越勇的过程，有一方的心会变得很坚硬，在做的时候要考虑说你希望在这段关系中让对方变成一个坚硬的人，还是让对方变成一个柔软的人，这是你这边需要考虑的。如果你把他变成一个坚硬的人的话，你就随便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因为他的心会硬起来，当他心变得硬起来，
当他变得坚强起来的时候，他对你的情感部分也会随之减少，因为他需要隔绝掉这方面的要求。他这个人对要求、对命令或者对一些负面的评价，尤其是你这边出来的，他会把它放大，就是他会承受住大家会觉得很痛苦，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人。这段感情是坚硬的，但是对方这个人是脆弱的。如果说你想在这段关系中大家都比较柔软，因为火牌嘛，其实是这个火候是可以拿捏可以调整的。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个柔软的人，就请口下留情或者手下留情。所以这段关系很矛盾的成分在，因为本质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善良又真诚的人，忘性都比较大，不太容易真正记仇，只不过可能会在语言当中激化创伤，然后会有一方变得沉默寡言，或者说是让你觉得说这个人交往着好像不是我刚刚认识的那个人了。就前几个月，或者说是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好兴奋，很跳脱，很活跃，很开朗，然后随着后面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交往的深处，他会就是比较内敛，然后把自己能量往内收，害怕做错事情或者害怕说错话。保健时他会规避掉任何让自己受伤害的情况，把自己的心就是关在那个小黑屋里面。所以这段关系本质上来讲，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会更加和谐一点。哪怕你们是情侣，也不要忘记始终要 back to the moment you decide to stay together， 就是保持那种你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份坚定，那份新鲜的活力。所以说哪怕可能会在关系中有摩擦或者有伤害，也随时随地可以重回到当初开始那个时候，重温到最过去最新鲜开始的那个时间点，对彼此都感到好奇心跟新鲜感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大牌的节制牌在这里，它可以不断的照耀你们，不断的给予你们激情，这个激情感是永远都存在的，会帮助你去化解掉很多矛盾，会帮你去一扫阴霾。所以说我给这段关系的一个祝福，就是要口下留情，不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他。有些时候可能对自己要求很高，也会变相的把压力输送给对方，或者互相把压力推来推去的。因为两个人都非常的要强，或者都是很要面子，很容易看上去毫不在意，但是内心上默默承受很多。所以这段关系一方面身体上要主动，但另外一方面口头上语言上要收敛，所以还是会有点点挑战性在里面，但是也会让人觉得很兴奋。保持激情，保持乐观，保持一种接纳跟包容，这种关系会走得更加快乐一点点。这是给到第二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第三组牌的朋友们，这段关系其实是非常沉重，现实又很有戏剧化的一部分，因为出现3张大牌，然后都是3的倍数，21、12跟3，然后这个能量如此递减，你们刚开始确定关系之后，还是会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去经营这段关系，不会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甚至异地的继续异地，然后原来怎么相处的，现在就怎么相处，所以不会有太强的那种一定要把对方捆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段关系，甚至我再往回讲一点点，一开始可能当下就是现在，你会觉得要么就当一辈子朋友吧，或者要么就以这种方式继续相处下去吧，就是完全想不到会有其他种可能性，因为已经是世界牌了，上来就是已经是确定了，所以这种关系好就好。再说大家确定关系之后，之前已经是有一段很长的互相彼此了解的时候了，它不是一个陌生人的能量，所以说确定关系之后，大家反而会还是维持着原来彼此生活的正常运转，不会马上围着对方转，或者转也就是转一下下，然后立马就回归到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但是也会以非常成熟的方式来交往，并且会很尽可能的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懒懒的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是这个牌好有趣，就有趣在正是因为确定好关系之后，就所有的内心的石头就落地了，反而就在一起的时候就享受两个人完完全全在一起的那种感受，黏在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啊，或者刷手机啊，甚至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但是会有那种安定感很强。但是在一些要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就在日常之外，比如纪念日或者是各种过节的隆重的时刻，会去庆祝，吃烧烤吃火锅或者是聚会，
因为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也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玩这样子。然后过渡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吊人牌，其实这段关系的一个课题就在于说它的确定性，它的确定性有点带有双刃剑的一个部分。水牌里面也同时出现了这个宝剑的元素，所以一方面会有很强的确定感，知道对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所以可能隐隐的就是会在行为上或者情绪上有点肆无忌惮，吊人牌就是会有不舒服。那无论是你还是对方，可能都会有想要在这段关系里面争夺一个主导权，大家都想把这个剑拔出来，都想能够掌握一个主动权，哪怕是一个非常内耗的方式。所以说导致你们俩会为了这个事情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有一个人会比较情绪化。双刃剑就在于说不会有外界因素，就是不会因为你们的情绪化或者两个人吵架就有第三方进入，因为这两个土牌女皇和世界很好的把这个吊人压在了中间，就是外人根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所以一旦就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也很难跟外人讲，就是家丑不外扬，那就很难有外人介入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关系中双刃剑的部分，一方面就是大家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另外一方面就是外人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好就好再说，不会有第三方趁虚而入。这段关系是一个封闭式关系，它不是一个什么开放式或者是很先锋很前卫的一种关系的确定，它就是封闭式的，很封闭。但另外一方面，你的情绪或者说对方的情绪，他也很难向外去抒发，因为你们可能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了，就你要再去外面讲就很累，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很累，所以这段关系会有冷战的时刻。但是呢，就是冷战过后一切又恢复如初，天气晴朗万物可爱这个感觉。所以从数字能量的减少也可以看出来，这段关系的课题是要接地气啊，就是它很长时间需要现实当中大家的磨合跟相处，过渡到那个老夫老妻那个状态，不然的话可能总是要为一方的情绪去受罪，要么你惩罚自己，要么你惩罚别人，或者双方互相折磨。还是讲这个世界牌，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先把自己的这个宇宙空间运转好，才能让对方过得好，就自己世界过得好，才能让对方过得和谐。这段关系也会有一个很强的物质能量的捆绑，所以说无论要不要结婚，或者要不要确定在一起，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一起建立这个伴侣的契约，两个人都可以成为对方很强大的，甚至是要强过父母的一个靠山，比父母比朋友比兄弟姐妹更加强的一种力量，是一些在紧急的危急的时刻可以无论如何去寻找到对方的存在。所以这段关系的核心就在于要保持心态上的一个世俗，不要把对方想得太完美，就是一方面要保持一种变动的可能性，因为两个土牌可能大家认识太久，或者大家心知肚明对方是什么样，就不太愿意去改变了。因为最后这张女王牌很有趣的是，它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一方面是仰望星空，但是它中间有这个桥梁，打通了两个世界的可能性。从视觉意义上来讲，它是能够得到的，能够摘到这个行星的，打通两个世界。所以本质上来说，你们还是这边的两个人，要立足在现实的土地上面，两个人要多一些真实，多一些对人类对人性的真实的理解。这段关系虽然不需要第三方人物的力量介入，但是需要一些心理学、哲学或者是一些人际交往的建议，在这方面的修炼要更多，甚至可能要向你们的父母长辈去讨教，反而可能会更加直接的获得一些帮助跟指引。因为土牌能量非常强，所以经历过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们成长的一种勇气，就看你们愿意为彼此塑造，彼此改变成什么样子。因为这把宝剑其实是插在这个石缝当中，但依旧在这个吊人力量的拖拉之下，一切还是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这段关系它多多少少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牺牲精神，需要一点宗教精神，有种修炼课题的感觉。因为你不愿意轻易放手，对方也不愿意轻易放手，可能说了再狠的话也很难离开。吊人牌就是再怎么样都会相处下去的，就是不论以什么方式，不论以什么身份在一起，其实都是一个很长久的互相陪伴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对方，好好接纳彼此。然后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嗨，
最后一组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你跟对方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愚人牌就是你们两个都有点神经的特质，神经病的特质，神经大条，所以什么都可能会发生。你现在预想到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你没有预想到的可能会发生。甚至两个不婚主义的人在一起，突然第二天早上官宣说要结婚，就是非常的戏剧化，甚至就有点冒险性质。他没有任何的计划，甚至突然就是在异地异国这样子，你有一刻想结婚，然后你就跟这个人领证了。很快价值观上的就是两个人看上去都是神经大条，但是就是非常意料之外的合得来，很奇怪呀，是一个简简单单很纯粹的关系，它会有种1+1=2的感觉，很好的联盟在一起。在一起的话，后面出现了星币跟星币2，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收心的过程。然后你不会再熬夜，不会再吃东西不规律，不会再睡觉不规律，就是会有种有人监督你，互相监督。在一起就是运动、打扫房间，把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互相的生活习惯会彼此带动、彼此影响，变得更加好。会有一种你看上去没人管你的时候，愚人牌就是没人管你的时候，你就特别自由，特别开心，干什么要谈恋爱。然后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又会体验到一种两个人在一起的快乐，就是会两个人在一起很有滋味，就感觉到生活跟外界、自我跟外界是平衡的。所以在一起之后，第一个会发生的是你的生活不会再变得漂浮不定，或者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坚定一点点，你不会就是什么都可以呀，都无所谓呀，就是会变得有一定的标准。很多事情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也会有自己的坚持，因为你是不仅仅在为自己一个人努力，然后对方也会给你一份非常强的动力感，你的力量会从一变成双份的感觉，双份的信心，双份的快乐。那坏的事情，星币2这边的一个挑担都是大家互相分担，所以这段关系很巧妙的一点就在于，外人看上去很不靠谱，就可能两个小孩子嘛，怎么可能就在一起了？可能在初期确定关系之后，也会遭受一些非议或者是一些不理解，但是真的在一起之后，两个人会迅速的长大，或者说迅速的、马上的把自己的情绪放在第2位，就马上会为对方考虑很多事情，把对方的情绪价值放第1位。这个关系可能正常来讲都是两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是确定关系之后，大家会变得有标准、有原则。确定关系之前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样讲话，然后今天吃完这顿，不知道明天那顿在哪里，甚至会一直不断的变换工作，变换你们的这个居住地。但一旦确定好之后，就是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对方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然后你们家的事情也就是他家的事情，开始有一个不分你我、水乳交融的一个过程。所以最大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会从一个很自我的状态过渡到一个很自然的、很有责任感、很成熟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确定好关系，立马就可能会换工作，你就有勇气离开这种无序的、要任人摆布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会有一些更加靠谱的选择，就是所有的选择会都以靠谱为第一原则，马上就会坚定下来，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对方的出现是帮助你去确定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会形成一种能量保护圈。这个土牌能量其实是非常风和日丽的一幅景象，虽然愚人牌起牌能量很大，但是逆位的情况下面，意味着你可能要承担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承担一些不自由或者说是倍感束缚的事情，反而说是跟一个人确定关系在一起之后，你会自由很多，因为很多事情定下心来之后，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协调，去慌张纠结，甚至不用过问，或者说不用考虑很久，你就知道方向在哪里。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有确定的1到2种标准，而不是说有很多的标准。所以说当下就是没在一起时候，好像看上去什么都可以，其实什么都不一定可以，要看上去好像什么都行得通，能够适应，但其实对你而言还是会有点压力的。所以这组牌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会让你某种程度上更好的去适应环境，适应一种自己跟外界的不确定性，然后从中平衡还蛮不错的。然后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